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今天我要讲的是用 CF6 的最新版本搭建科学上网节点。那很多观众的话应该都知道 CF6 的科学上网节点，之前的话还是非常好用的，现在的话更新到版本是 2.9.8 的终端版本。那这个版本的话，根据作者自述，它有很多的更新，比如说优化了代码，然后提高了稳定性，修复了一些 bug，而且减少了一些创建的步骤。重点是它的稳定性依然是非常优秀的，并且它的速度的话有很大的提升。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个新版本到底怎么样。首先我们来到这个 GitHub 上，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终端的话确实是 2.9.8 了，而且步骤的话作者也都是列出来了。我大概看了一下，总体来说比之前的步骤略微有不同，相对来说少了一点。尤其我们可以看到 work 的部署只有4个步骤，但是这个第4步的话是有不同的，跟之前是不一样的。然后下面的话就是一些主要的功能以及更新的内容。总体来说的话，这是一个相对较大的版本更新，而且 UI 页面的话也发生了变化。好，接下来我就用 Work 来进行演示一遍。我们点击少年，你相信光吗？然后在这边点击 Copy， 把这个代码复制下来。接着我们去 Cloudflare。如果说没有账户的朋友，可以自行注册一个，都是免费的，只要有邮箱就可以使用了。然后我们看一下左边有一个计算，下方有一个 Work 和 Pages， 点击一下。接着我们来到创建应用程序，点击一下。这边的话，我采用 Work 的方式，所以说从 Hello World 开始，大家也可以使用 Pages。Pages 的话，在下方点击开始使用。我的话使用 Work， 所以说从 Hello World 开始，点击一下。名称的话，我们可以保持默认，点击下方的部署按钮。进入之后，我们直接看上右上方有一个编辑代码，点击一下，然后 Ctrl 加 A， 把左边的代码选中 ，Delete 删除，再 Ctrl 加 V 捏贴一下刚才的代码。接着我们直接看上右上方的部署按钮。好，版本已保存。接下来我们返回，点击这个项目名称，来到设置，点击一下变量和机密下方，我们点击右边的添加。变量名称是一个 U 小写的，值的话是 UUID， 我们可以来到 BitTorrent 这里，配置项添加一下，然后生成一个就可以了。复制过来进行捏贴一下，点击下方的部署按钮。接着我们回到 GitHub 上，回到项目这里，作者说了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地方，那就是请将日期更改为2026年1月20号。好，我们返回，然后点击下方的接容日期，点击左边的笔进行修改，日期是2026年1月20号。好，我们选择这个日期，点击下方的部署。部署好了之后的话，我们点击左边的存储和数据库，点开，然后点击 Works KV， 在右上方点击这个蓝色的按钮创建。名称的话，我们可以随便写，比如说 AAA， 点击创建。我们重新回到项目这里，点击计算 Work 和 Pages，
点击项目名称，然后点击上方的绑定按钮，这里添加绑定，点击一下。这边有一个 KV 命名空间，我们选择这一个选项，然后点击下方的添加绑定。变量名称这边是一个大写的 C。KV 命名空间的话，我们点击这个小三角打开，选择刚才的名称，然后添加绑定。好，设置好之后的话，最后一个步骤，我们来到域这里，点击一下，我们添加一个域名。域名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和之前的 Cloudflare 的话有很大的不同。之前我们都是回到主页进行复制域名，进行捏贴的。现在的话，我们可以看到你账号名下有的域名的话，这里都已经有了，都可以进行下拉菜单可以看到，我们选择其中一个就可以了。如果说你第一次看我的视频，没有相关的域名，可以看我的主页相关视频，可以申请一个免费的域名的。然后这边我们选择3个数字，随便都可以的，点击添加域名。记得我们把自带的域名进行关闭，点击这一个按钮，然后禁用域，禁用点击一下。好，这样子的话我们就成功了，就设置完成了。那整个步骤的话，比之前来说应该是省略了很多了，已经是更有利于新手朋友们进行搭建。然后我们直接可以在这个域名这里复制，打开新链接，或者说来到概述这里点击一下，在这里我们可以直接新建标签页打开。现在你看到的就是一个全新的版本，终端是 2.9.8 的。那第一感觉就是它的 UI 页面已经发生了变化，之前的话就是一个绿色的线条型的，然后也添加了背景。如果说你看到这个背景感觉有点卡顿的话，我们直接可以看到左边这里有一个开关，我们点击关闭。然后语言方面的话也可以进行切换，作者用了中文，还有一个是阿拉伯文的，根据需求进行切换。这边的话，我们复制 UUID， 然后回到项目这里，点击设置，点击这个值，复制过来，回到终端 ，Ctrl 加 B 捏贴，回车。好，这样子的话，我们就进入了订阅中心。我们可以看上右上方的终端版本是 2.9.8 是没问题的啊，就是一个新的版本。那如果说你之前搭建过，比如说是 2.9.4、2.9.5 的话，最好的方式还是重新搭建一次，比较稳妥一点，避免发生各种错误。因为搭建起来的话也是简单多了。然后我们看一下下方有一个协议选择，我们把它都勾上，启用 ECH 也勾上，这样子的话就完成了。最后不要忘记了，现在新版本下面是有一个保存全部的，在右下方点击配置已保存。我们也可以选择这个箭头把配置清空，也可以点击这个按钮进行配置刷新，这都是以前没有的功能，是新版本才有的功能。好，其他的话都没问题了，我们直接往上面看，选择客户端。我这边的话是 Victory， 点击 Victory， 打开客户端 Victory， 然后点击加号，名称的话随便写，地址这里 Ctrl 加 V 捏贴，点击确定，选择这个分组，然后更新当前订阅。好的，我们可以看到已经出现非常多的节点了。我们选择 Ctrl 加 A，Ctrl 加2，测试延迟。然后我们把我们的科学上网的软件进行关闭了。我们按延迟进行排序。好，我们可以看到，大部分的节点的话都在200以内的延迟，有几个的话还是2位数的。
我们就选择第一个设为活动，然后把下面的清除代理改为自动配置系统代理。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出现当前延迟77ms，就说明我们整个搭建系统已经成功了，并且出现了延迟，是可以使用了。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速度怎么样，我们直接在 Google 上进行测速。总体来说的话，这个速度基本上我们观看一些流媒体或者说查询资料之类的话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ping 值的话在77，下载的话在117左右，还是非常可以的。那如果说你觉得这个速度不行的话，我们也可以进行在这里切换，找到你们自己喜欢的速度节点就可以了。还有一个问题是，很多评论区或者说很多新手朋友们都比较关注的，那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创建的节点它没有办法打开谷歌的 Gemini， 这点的话是很多朋友们非常关注的一个问题。像这个节点我们可以看到是可以使用的，我们输入看一下，是 OK 的，没问题的。但有些时候的话，Gemini 显示你的地区没办法使用，原因的话就是我们的节点可能是归属地是香港的，我们可以更换为其他节点就可以使用了。比如说欧洲国家的新加坡、日本的话，都是可以使用的。这个的话就是要特别注意一下，这个并不是说搭建有问题啊。好的，我们来看一下 YouTube 的情况怎么样。我们打开 YouTube。好，接近5万左右，49000，刚才跳到5万左右。那这个速度的话，基本上来说，我们正常观看视频、流媒体、查询资料都是够用的，61000左右，还是非常可以的。那总结来说的话，这个版本还是非常的不错的，值得我们花时间去重新搭建一个。那很多朋友们都说我之前的2.9.4用的也非常不错，是不是需要更新呢？这里的话，我个人认为，如果说你之前用的比较好的话，可以不需要更新。如果说你想更新的话，最好重新搭建一次，不要去更新配置文件之类的，以免出现各种错误。好的，本期视频到这里为止，感谢你们的观看，下次再见。